Hello， 大家好，我是 AK 老师，是一名风水师，也是一名占卜师。那在前几集都有提到过壁刀煞这个东西，那这一集就来说说这个开门对壁刀是怎么回事。好，我们先来看看照片，像这张照片，这个就是开门对到壁刀的格局，而壁刀的深度呢越深，它的影响也就越大。然后壁刀跟大门的距离越靠近，影响也是一样越大。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壁刀不一定是要直线对到才算是，就算是稍微斜线一点有看到，也算是有对到壁刀。如果壁刀很浅，影响层面大不了只是多了口舌和争执而已，还不至于会有血光发生。但是如果壁刀很深的话，那可就不一定啦。注意这里要讲解的重点，不一定是大门对外有壁刀才算是，有些房子是里面对到壁刀，也算是这个专题内要讲的东西。一般上，如果大门往外开对到壁刀，那它多半是指外部事物会出问题。相反的，如果是大门往内，也就是家里方向对到壁刀，一般来说也就是内部事物或者是家里的成员比较容易产生口舌以及一些纠纷。那壁刀是一个尖锐的物品，所以它会导致很容易会有口舌争执。这里要说的是，不一定是吵的人感情就是不好的，即便是感情很好的，也一样会有争执。除此之外，还会有一些突然性的小阻碍，然后破坏性也比较多。比如说，在执行工作的时候，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阻碍事情发生。这种壁刀的影响是属于反复不断会发生的，也就是麻烦的小事会不断的一两件啊，或者是两三件这样一直反复的发生，然后到它累积了一定的能量之后，对应的人就会发生重大的影响。像这张是一个实案的照片，从这个照片里面呢，它是一个装潢中的照片，就可以看到它的门内就有对到壁刀了。那这照片的壁刀呢，就是很深，然后它的距离门口也很近。这种格局很容易产生疾病上的血光，当然也必须观察方位对应到的人物和流年是否有碰上，所以不需要太过担心。如果对应到的人物不存在，也依然不会有血光发生。打个比方说，这个壁刀的方位是在东边，那就是在兔年的时候会有事情发生，这就是方位对应到流年的意思。那一般上对应到的人物就必须把卦位给考虑进来。至于卦位对应到的人物是什么，由于人物实在太多，没有办法在这里一一的跟大家诉说。想要详细的了解，可以找我们帮你鉴定。所以观察了以上后，我们还需要观察能量的累积程度，而累积到一定的时间，它的影响才会变大。那这个时候才会容易产生意外或者疾病上的血光。我们要特别注意，像这种又深又近的壁刀煞。如果壁刀煞比较浅又远的话，影响也就相对的变小。那如何有效的解决这些问题呢？我们先来了解如何影响产生。刚刚有说到壁刀煞是因为尖锐性的气场导致会有这些负面的影响。那尖锐性就好比如针那样子，它属于比较针对性的在搞破坏，所以可以理解成好像有一支针一直在戳你，一直在针对你那样。而壁刀的刀就有如名字那样，是一把刀，它会造成意外或者疾病上的血光。至于如何分辨是意外还是疾病上的血光呢？这个就要看壁刀是在外还是在内了。解决的方法可以是化散或者抵挡壁刀的来气，比如说壁刀的来气属于五行的火，那这个时候呢，可以在这里放一盆水来把火气给堵着。另外一点就是，如果壁刀有足够的空间让气给自己给散掉，那自然让它散掉也是可以的。如果没有足够的空间把气给化掉，就算挂一个八卦镜、五帝钱等自煞品，也是达不到效果的。由于每一个壁刀的位置、深度、方位、远近都不一样，所以不会有一个明显的方法去计算一个有效的自煞物品的效果。所以比较恰当的方式还是透过占卜来确认。如果家里都遇到壁刀的，记得不要太过紧张，更不需要看到一点点的小壁刀也把它当作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因为壁刀的煞气形成需要以上的几种因素来综合考量。
那我们的住所或者工作环境或多或少都会很容易的碰上这些壁刀煞或者一些小缺陷。那小缺陷的存在呢，就好像我们身体这样子，它在一些某地方呢一定会有不足够一样，只要找对专业的人来把它解决掉，那就没事了。这一集的内容就到这里，应该又学到东西了吧？我是 AK 老师，是一名风水师，也是一名占卜师。喜欢我的影片，记得点赞、留言、分享跟订阅我的频道，也别忘了打开小铃铛，也记得关注我的 FB 跟 IG， 点赞和分享越多，好用的风水技巧也会透露更多。有问题的话可以私讯我。那如果有其他题材想了解的话，可以在下方留言。那我们下一集再见了，拜拜。